影片《辛德勒的名单》中有这样一个经典桥段：犹太人秘密地将一颗金牙打造成了戒指，将它送给了辛德勒，上面刻着一句令人无不动容的话：拯救一个生命，就是拯救整个世界。半个多世纪之后的1997年，一则看似平常的布告，却再一次将人们带回到那个纳粹统治之下暗无天日的日子，并将一段尘封已久的往事展现在了世人面前。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里的主人公，有着东方辛德勒之称的何凤山和他背后的故事。何凤山出生于寒门，自幼丧父。好在少年时代的他勤奋好学，在信业会的帮助之下以优异的成绩不断的得以求学深造，终于在1929年考入了德国慕尼黑大学。1932年，何凤山获得了政治经济学博士的学位，并最终于1935年在中华民国外交部供职，从此便开启了自己长达40年之久的外交生涯。当时1938年，德国纳粹吞并了奥地利，中华民国驻奥地利公使馆改为了驻维也纳总领事馆，何凤山也由一等秘书升任为总领事。当时的以色列还没有复国，犹太人只能是散居在世界各地。在欧洲奥地利是第3大犹太人的聚集地，约有18.5万犹太人在此定居。德国纳粹吞并奥地利之后对其境内的犹太人是赶尽杀绝，成批的送进了集中营。面对灭顶之灾犹太人只能是想方设法的离开欧洲，他们辛苦的奔波在各个领事馆之间申请签证，可是并没有任何的结果。何凤山不忍心眼睁睁地看着犹太人在维也纳白白等死，便利用职务之便给犹太人大量的签发签证。在当时一张签证就等于是拯救了一条生命，因此也有了生命签证的说法。其中一个17岁的犹太青年 Eric 耗费了几个月的时间，期间是奔走于50多个国家的领事馆之间，最终是全部失望而归。抱着一丝希望的他，将最后的目光投向了中国领事馆。最终何凤山给他签发了20份前往上海的签证。万分感激的艾瑞克紧紧地抱着何凤山，呜咽着说不出一句整话。最终凭借着这张来之不易的生命签证，艾瑞克的整个家族得以逃离了纳粹魔爪。消息一经传开，在犹太人的圈子里炸开了锅。身在维也纳的犹太人是争相恐后的来到了中领馆前，大排长龙。队伍之长消失在茫茫大雪之中一眼看不到头。在黑暗笼罩下的欧洲，中华民国的签证无疑成为了无数犹太人心中的一盏明灯，为了逃走的人们照亮了希望。不仅如此，有时中华民国的签证还起到了赦免的作用。当时一位名叫做摩里斯·格罗斯菲尔德的犹太人不幸被捕，关进了集中营。当他的妻子拿到了全家去上海的签证之后摩里斯才得以是死里逃生。一次中领馆的车正在大街上行驶，突然冲出来一位犹太人，在后面是拼命的追赶。何凤山赶忙叫停了司机，打算询问发生什么事儿的时候没想到这车窗刚一放下来，这位犹太人便急匆匆地将一摞签证申请塞入车中，然后便消失在了人群当中。第二天，这位犹太人就接到了一通由何凤山亲自打来的电话，让他赶快来领馆取签证。何凤山常常感到时间的紧迫，对于那些迫切想离开维也纳的犹太人，无论通过什么样的渠道来申请，何凤山都是以最快的速度办理。为了能尽快的挽救生命，何凤山和领馆的工作人员常常要加班到深夜，甚至还形成了不处理完当天的申请就绝不下班的规定。很快这也引起了纳粹的注意，党卫军是暗自盯梢，对半夜去取签证的犹太人下手。
很多犹太人呢就凭空的消失在了茫茫的夜色当中。当得知此消息时何凤山更是开车亲自将他们护送回家。碍于中华民国总领事的身份呢，这盖世太保也不敢明目张胆地找何凤山的麻烦。不过何凤山还是遭到了不少的恐吓。很快，纳粹呢便向驻扎在柏林的中华民国大使馆不断的施压，企图勒令何凤山停发给犹太人的签证。但是何凤山清楚，这每一张签证的背后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能存活下去的唯一机会。此刻，面前薄薄的一张纸，在何凤山的眼中却显得无比的沉重。他只能是顶着上级的压力，不停地签发。随着形势越来越凶险，何凤山不仅要晚上开车护送犹太人回家，有时呢还要亲自护送他们上火车。一天清晨，何凤山正陪同一个犹太家庭上火车，可就在他们即将奔赴自由之际突然冲上来几名盖世太保，将他们强行拖下火车。此刻站在月台上的何凤山再也按耐不住，他用尽了全力阻挡盖世太保，大声质问道：“你们凭什么抓人？”盖世太保嚣张地说道：“他们的签证都是假的，不能离开此地。”何凤山亮明自己中国总领事的身份，表示这些签证是自己亲自签发的。在确认了领事身份之后呢，盖世太保也迫于国际惯例，只得将人放走。当何凤山再次护送他们登上火车的那一刻，车窗里的人再也忍不住，掺杂着感激、痛苦和无助的眼泪夺眶而出，望着何凤山是嚎啕大哭。恐怕连何凤山自己也数不清，究竟有多少个犹太家庭在自己亲自护送之下登上了开往上海的火车。当时的国民政府与德国呢，仍旧保持着外交的关系和经济往来。直到1938年，希特勒将外交转向日本，中德两国的关系呢不断的恶化。时任外交部副部长的陈介呢，被国府派往了柏林担任大使，试图挽救不断恶化的中德关系。在这样的局面之下，在维也纳担任总领事的何凤山被勒令停止向犹太人继续发放签证，以免呢违反希特勒的政策。不过何凤山没有屈服，甚至因抗命被外交部记下一次大过。何凤山面临的不仅是有外交试图随时中断的风险，还有来自纳粹的压迫。纳粹当局以总领事馆的房子是犹太人的为借口，将其没收充公，而国民政府呢，此刻又拒绝出资租房。何凤山只好亲自掏腰包，在约翰内斯巷22号租下了一小套公寓，将总领馆搬到那里，继续签发签证。当时中华民国的国旗飘扬在这条小巷中那是犹太人眼中最后的希望，也是国民政府正义的象征。有人就曾问何凤山：“大家都不做，你为什么要做呢？”何凤山说：“怜悯是天性，人自然就会想帮助别人。从人道角度来看，这是非做不可的。”德国和日本结盟之后呢，中华民国便断绝了和德国的外交关系。中方所有外交人员呢，必须离开德国领土。何凤山第一时间接到消息之后呢，在离开之前，以最快的速度签发了一张又一张的救命签证。他不停地盖章，不停地签发，直到他离开的最后一刻。1940年5月离任时呢，搭乘火车离开维也纳的最后时刻，还把签好的签证派给了月台上等待的犹太难民。在他拯救的犹太人中有不少名流，包括以色列科技部前首席航太科学家丹尼尔·怀斯，维也纳爱乐乐团首席小提琴演奏家海因茨·格林伯格，美国前财政部长麦克·布鲁蒙塞尔，曾任世界犹太组织秘书长的伊斯雷尔·辛格的父母呢，当时也是被何凤山所救。他们凭着领事馆发放的签证进入了古巴，然后呢来到了美国。他说：“我的父母是何凤山博士所救的，他是一位真正的英雄。”可能很多人心中难免有些疑问：日军在1937年11月份呢就占领了上海，那么何凤山为什么还要签发着看似无效的上海签证呢？
虽然呢，日军当时呢占领了中国所有的入境口岸，那么中华民国外交官签发的任何文件或入境签呢都不被日军所承认，但是呢，只有上海例外。日军占领上海之后呢，这口岸呢无人值守，任何人不需要出示证件或者护照呢就可以登岸入境。何凤山利用这点呢签发上海签证，这就是他的上海签证记。何凤山曾说，这些签证只是名义上去上海，实际上呢能为犹太人提供一种途径，帮助他们前往他们的首选目的地。犹太人一旦拿到了上海签证，以此作为移民证明，纳粹就不得不允许犹太人离境，即便是他们遭受监禁的亲属也会被释放。有了上海签证，犹太人呢就可以以过境为由进入其他的国家。根据何凤山的女儿何曼里所说，二战期间呢，他的父亲靠着智慧、勇气和谋略拯救犹太难民。他感叹道：“这个办法太聪明了。没有签证的话呢，犹太人根本就无法离开维也纳。所以签证对犹太人来说，真的就是救命的签证。”对于欧洲其他国家的犹太人呢，虽然无法到维也纳总领馆办理签证，但是何凤山的上海签证记传递出一条重要的消息，那就是中国上海可以做避难所。从1938年年底到1940年，至上海一地呢就收容了至少1.8万名犹太人。1940年5月，何凤山被调回中国，2年之间，他究竟签发了多少签证，准确数字呢已经无法统计了。不过呢，也有统计说，他一共签发了7000多张签证，其中有4000多名维也纳的犹太人通过去上海的签证呢，转而前往其他的国家避难，就包括美国、加拿大等地。也有人呢逃到了巴勒斯坦，这些人后来就成为了以色列复国的中坚力量。何凤山签发的签证意义重大而深远，被联合国誉为中国的辛德勒。何凤山低调行事，行大善而不扬，终其一生，他个人都没有对外公开宣称帮助犹太难民的善行。那么他的善行又是如何被披露出来的呢？一转眼这二战已经结束半个多世纪了。1997年的9月28日，何凤山在美国旧金山去世。他的女儿何曼里是新闻工作者，于是呢，在波士顿环球报上刊发了一条布告以及何凤山的简历，其中就提到了他为犹太人核发签证一事。布告刊出不久，美国犹太历史学家埃里克·索尔立即致电何曼里，并询问他父亲救人的细节。在索尔的联系之下呢，找到了何凤山亲笔签证的一些犹太幸存者及其后裔，一段尘封的往事，一个救人的英雄，从而被举世所知。也许冥冥之中这就是天意吧。2001年1月23日，以色列政府呢授予何凤山国际艺人的最高荣誉，他的名字被刻在了犹太人纪念馆的国际艺人员里，是解救犹太人最多的艺人。一位犹太大屠杀的幸存者说有些人虽然早已不在人间，但他们的光辉仍旧照亮世界。这些人是月黑之夜的星光，为人类照亮了前程，而何凤山就是这样的人。好，感谢你的收看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